我要吃够1个汉堡喽！守护啊，感谢老板，谢老板守护。我们要吃够1个汉堡。我当然精通火焰，我只是不想炫耀。你为什么不五体投地？ 我是真你。以序奥肯，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样的。 取悦我吧！一个王位，9个别万。 生来更胜一筹。不敢相信这会是女王。给我一个，妈我啥也没捞到。小草，带我离开这无聊的战斗吧，要不你也来崇拜我吧？我对树瑞玛有个大计划。这个节奏就对了呀。齐亚纳万岁！这个地方可以好好改造。他们根本看不到我来了，好多人。这个闪其实有点浪费了，怕我死，其实我死不掉。 有人天命加身。哎呀，失误了，这波拿错元素了，我这波草元素死不掉的。这波运气有点差呀，没刷到草元素，这波运气有点差。
我并不冷血。你听我说，也没敲死。橡皮人没死啊，我还以为他死了。那也太猛了，橡皮人，这玩意。这是讲一波吗？放进去。看那位少女，找你了。Dominating. 我觉得真眼一会变的，嘿。说吧，稳扎稳打。说了，主播要绝地反击了，从这把开始复仇吧。今天聊聊天吧。哦，对了，我要去改一个 ID， 改一个 ID。我重上一下，这其实是我前年吧，应该说前年啊。前年答应我一个直播间20多级粉丝牌水友的一个生日愿望，我答应他的一个生日愿望，可惜过了这么久才实现啊！而且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，他当时已经确诊了白血病啊，这个第一上的有点晚了。去年年初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跟我说他的情况已经很，就是可能各项指标，反正我也不太懂啊。他就跟我说他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什么的。但去年年初那个时候，我又刚好去了园区，来了园区。其实我当时本来想那个赛季好好上个第一的，也没有完成他这个心愿吧。然后他在去年年初的后面的有一天下午的样子吧，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大概意思就是告诉我，而且是哭着跟我说他可能要不行了什么的，就类似于这样的吧，就是他的情况已经很危险了，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了什么的。当时就跟我说了个1-2分钟，我还来不及跟他说什么，他就哭着把电话挂了。我当时也一下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感觉身体，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吧。而且我后面为什么，还有我后面不去园区了？为什么？就园区现在打着 MVP， 其实我的身体也不好。说实话，我其实也挺怕我哪天就直接走了。因为其实说实话，我真的有点不像正常人，就是我太瘦了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妈也经常给我发一些什么啊，哪个打游戏又怎么样啊，就整天熬夜什么的。我1.81米，90多斤，说实话我自己有时候也有点害怕的，我感觉我的身体也不太好。而且去跟他们打那个 MVP 吧，我说白了，熬夜先不说了，去打那 MVP 主播一手把拿，说实话，打一把等一天，让我的很多粉丝根本就看不到我呀。打一把等一天，我感觉也不太适合我吧。我感觉我就是搞得每天很累，然后又其实没有得到什么太大的收获，反而对我来说有很多一些负面的影响啊。所以我后面也决定，就是自己还是先自己回来播，然后有什么合适的机会再回去吧。就是有合适的节目可以一起回去偶尔搞一下。我那个时候是打峡谷嘛，当时我们4个人打，我当时一个人打3个直播间，我从下午打到凌晨早上。我跟三贵是一起直播的，就是我的直播时间点跟他是完全重合的。我没去园区之前，我也是就是差不多9点播到2、3点嘛。然后三贵也是那个点直播，然后我去那边播的话，我肯定得换时间对吧？因为我最开始换的是下午嘛，其实每天播的也很累，因为我每天要上2趟班，而且就这样播的情况下，其实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的，就没有什么帮助。就跟正常我自己播的话，可以说是我付出了2倍吧，起码2倍的努力，我觉得就去年1整年。我平常上直播一天播5、6个小时，而且在家里。我最开始在那边我还得打车，你想我去上班我还得打车。我下午去上班，我下午早上得打车过去，然后下班了我还得打车回来，然后晚上再打车过去，然后导致我当时有一大堆骂我的粉丝啊，就觉得我可能就是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直播，然后也看不到我人，有时候就是太不稳定了，换来换去，对吗？而且有很多那些以前的老粉丝，可能每天晚上看我直播的，我去了之后晚上也看不到我了，然后每天就特别乱嘛。就是我感觉我的就是游戏状态也可能受到了影响啊，各种节奏满天飞，就是已经让我没有办法正常的感觉好好的去直播，好好的去打游戏了。然后加上我可能那有一段时间状态也不好，游戏状态也不好，我前段时间都被喷成什么样了。然后再加上我每天又特别累，然后晚上我还会想很多，可能还会睡不着觉，就每天在那样，就总之就是我感觉我特别累，然后弹幕内心又很焦虑，很内耗，每天不知道在干什么了，感觉像行尸走肉一样，每天在上班，然后弹幕又莫名其妙一直骂，然后我自己心里又难受。正常游戏节奏就是我已经没心思，很多时候前段时间我已经没有心思在游戏里了，所以导致我游戏我觉得玩的也很差，就很烂，然后也很菜，然后又有很多人喷我，有喷这的，有喷那的，然后又有各种节奏的。最大的事件还是上那次收徒杯吧，给主播搞了个老八。
而且在元气那边让我最破防的一次就是有一次去密室那一次，我当时不是都说我想退网了吗？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？就是我一天从12点直播到下午6点，然后当时去做那个密室的惩罚嘛，还是开车去的，开了起码4-5个小时吧，应该有4-5个小时。反正从芜湖开到杭州，就是很累，因为我坐车有点晕车。我12点播了6点之后，然后到杭州的时候可能10点11点的样子。当时我以前从来没去玩过密室啊，当时跟我说玩密室是个体力活，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去玩那个密室，给我累了个半死，还摔了一跤，给我屁股摔肿了，给我摔了一跤，然后玩到2-3点，凌晨2-3点，然后再开车回来。反正就是这一系列搞完之后，坐车回来的时候，已经早上8-9点了。早上8-9点，然后我11点就得起来直播，因为当时那段时间我也忘了是什么情况了，反正就是可能怎么样的，就是我的直播时间没安排好吧，还是怎么的，就导致我那段时间就是直播特别不稳定。当时我的粉丝就是很多骂我的，就觉得我直播一下又不播了怎么的，或者什么时候可能就是我去了密室之后，当时就是反正就是第二天我不能请假了，就是我必须要播。然后那个搞完之后，我第二天睡了2个小时起来继续播。我睡了2个小时起来继续播之后，然后那一天就打得很差嘛，因为当时我状态不好，我头好晕，我头很晕，你知道吧？头很晕，而且有一边屁股还很痛，我还不能就是那种直着坐，我还得就是有点侧着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因为有一边我摔了一跤，我还得侧着，而且当时打的分段好像还不低。我那天打的就特别折磨，然后弹幕呀全是在喷我的。让我真正破防的是最后一把飞机啊，我记得很清楚，那把飞机，我那把飞机真的印象深刻。我那把王牌飞行员1-9还是1-10来着，真的是压到我的最后一根稻草。那把游戏对面一直在针对我，因为我当时已经没什么脑子了，没什么思路了，然后对面还一直抓我，而且那把我的队友还挺给力的，就是我的4个队友除了我以外，就除了我在送以外，其他队友都很猛。最后在我的不断的送人头情况下，那把游戏终于是输了。我那把输了之后，我当时就特别难受，就那把游戏打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有点想哭了。当时那把在打的时候，因为当时我觉得我的队友真的首先那把队友真的很想赢，就4个队友都很想赢，我感觉很对不起那把的队友。但我当时想好好打，但我确实当时已经没有状态好好打了，而且那4个队友也没说我一直在送。然后那把打完之后，我看了一眼弹幕，我操，全是恶评。看了一眼弹幕，我直接下播痛哭半小时。打 MVP， 好像我的节奏是从打 MVP 开始有的，因为有一次白菜来的，对吧？白菜也很强。然后当时我们打了个 MVP， 对吧？然后我跟他一组，为什么后面我跟白菜都不在一组了？就是因为我跟白菜的节奏太多了。我也希望大家真的不要再去带什么我跟白菜的节奏了。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优点跟缺点。你如果真的喜欢谁，你可以去看他，就不要在直播间窜来窜去，或者说一直带节奏引战什么的。就每次跟白菜一旦碰上什么，都搞得像恩怨局一样。其实我们私下关系都挺好的，就是没必要搞得好像大家都是仇人一样。我觉得，就包括我跟贵哥他们，我跟三贵，他们对我都很好。我现在人也还是在芜湖的，只是说我现在暂时不在那边播了。就希望大家能少一点戾气吧，少带点节奏，也不要再有一些恶意的揣测什么的。我去，这三贵他们对我是很好的，我们私下关系也没有任何问题啊，只是单纯的就是觉得可能一起播对我来说不合适啊，就
至少目前这个阶段来说，对于我来说不合适。前段时间你看我去那边播了之后，我回来我当时只有200贵币，我当时是属于一个有点凉透了的状态啊。我最近这段时间也是慢慢从那个时光杯慢慢的，我觉得把人气打回来一点吧，把我的风评稍微打好一点。我之前那段时间，我感觉我的风评人气都已经就是一个很差的状态了。北川确实北川谢成金的15个月超粉，看到北川，而且前段时间北川不是去 BRG 了吗？北川去 BRG， 这搞得曾经的峡谷双北，其中之一已经要去拿世界冠军了。另外一个，我前段时间打峡谷还没上来的时候，打个钻石满头大汗，说打个钻石打个翡翠打不明白，搞得我像路边一条。其实没去打职业也是我一个很大的遗憾的。但主播现在已经老了呀。去年 BRG 输的时候，我当时发了一个朋友圈，北川当时还跟我说什么，明年要我出手什么的，还是来着什么开玩笑的话嘛，类似于，我就说明年得靠你了。我当时就说了一句明年要靠你了，没想到今年好像真的要靠他了。以前还记得我们当时最开始直播的时候，我们2个租了一个800块钱的房子。最开始我们租的房子连个空调都没有，也是我第一个同居的男人呢。感觉今年可能要拿冠军了呀，加油吧，川！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地方还住在一个隧道附近。我记得时不时会有一些大货车的那个声音，而且他当时那个麦特别炸，有时候会听到一些很爆炸的声音。没想到我这直播5年了，他去打职业其实也打了4、5年了。今年对于北川来说，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了。去年北川他当时跟我说他想退役了，因为他当时可能就感觉在 TT 打不出什么前途来。而且打职业人是会变强的呀，会成长的呀，你需要去沉淀的呀。你要让我现在去沉淀个4、5年，我沉淀不起啊。现在年轻人太猛了。